今天出门陪一个朋友去选二手车，他在这边一个人，交通不太方便。如果没有一个车的话，这边确实是不方便呀。一般公交都要等上半个小时，错过了还要等。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下怎么在澳洲买二手车。其实，在澳洲买二手车的渠道很多，比如品牌经销商，这就类似于咱们国内的 4S 店，还有一些大的二手车经销商，还有一些小型的二手车经销商。另外还有这边比较多的是一些私人的渠道，类似 Gumtree 上面会有一些私家的车主来发布自己的二手车的信息。作为普通消费者，对于汽车没有什么特别概念和修理常识的，为了避免麻烦，我的建议是找一些品牌或者大型的经销商，价格虽然会贵一些，但是会开得比较安心。一般买车需要2天，第一天呢是签合同交定金，随后呢就是按照约定的日期交全款，最后就是按照约定好的日期提车就可以了。我的朋友 Ethan 这次选的是 JMC， 在塔州是比较大的一家二手车经销商。今天是第一天，我去接上 Ethan， 然后挑车、试驾、交定金、签合同。今天气温比较高，有多高呢？10几度吧。可能国内的朋友们听起来可能有点疑惑，10几度怎么能算是高温呢？但这边确实是，这边好像最高的温度今天是18度，然后一有太阳呢就特别特别的热，得有个至少得有28度的感觉。所以这边的气候是典型的是和北京的气候是不一样的，它一天这个温度的体感的差异非常的大，有的时候就是中午就是夏天，晚上就是冬天，就是这种感觉。我的这个朋友住在塔大的学生宿舍，这个之前送过他一回，去过一次，貌似也不是很难找。学生公寓的环境还是不错，他是住在山上，学生公寓是建在山上，所以景色也是不错，空气自然也是非常好的。但愿我没走错呀。Hello， 我掉头过去啊。
好，上来吧。Hello。我们得导航过去啊。我那个地儿大概也认识，但是我还是导一下吧。去那个 GMC。对。昨天做了一点调查，其中就是有一个狮子抱了个小球，那个车标你认识吗？哦，那 Holden 吗？不是。对啊，好像那个车不好呀，好像。那 Holden 不是说停产了吗？对啊，是这个 GMC。对吧？我们就好像因为质量也不怎么样呀，好像我在网上看的评论。哦，也许吧，反正就是停产了，没事，就放这儿。南方向，行驶600米后向右转。哎呀 ，Holden 的那个确实是，但是 Holden 是澳洲品牌啊。对，但好像质量不好呀，好像在网上说稳定性不好。稳定性不好？你说的是安全性吗？还是整体质量就不好？好像说是整体质量是比较差的。这边还是口碑最好的就是澳洲，不就是日本车呗？对啊。那就看看挑日系的。日系的很少。日系的很少是不是？日系的还很贵，我看好像。对 ，Toyota 是没有的，在他们那个。Toyota 大家买了开一辈子，开到报废。对。他们只有那个 Nissan。啊。进去。还有那个 H 标志，那个叫什么来着？Honda。啊，就那个 GMC 啊。对。我觉得大众 Polo 其实可以。确实是不错。哎，我们应该往哪儿走？应该好像是往这边走，是不是？对。向左转。行驶200米后，从环岛的2出口出来。那昨天那奥迪看着也还行啊。奥迪就算了，那个。怎么了？他那个车怎么说呢？本身应该说算是比较贵的，卖这么便宜，行驶300米后，有可能有问题。从环岛的2出口出来。也有可能，不好说。奥迪卖11000，和卖的和那个 Polo 一个价。哦，年份都差不多哈。对，好像都是挺老的，08年、09年那种。里程数也都是13万、14万左右的。哦。乘数倒反正都差不多，都是那样。如果要是那么多年的车的话。昨天木娜的那个怎么样？挺烂的是吗？挺破破烂烂的。是有那么种感觉，就是他的那些车有一些就是缺了些零件那种。那个保险杠呀，那些缺了一些东西啊，还有怎么说呢？整体感觉是没怎么，就好像下雨就没有打扫过那种感觉。对，你像那个 Toyota Toyota 的那家，他好像说基本上2万以下的，他基本就还是1万以下的呀，他就不会有了，他就不会卖了，因为好像挣不着多少钱。对。然后所以特别便宜的车呢，可能就一些小的 dealer 他才会有卖。对。他那个最便宜的16000、17000的一个。对，然后他至少他就保证能赚着多少钱。这个开车也是我得练练。得练练。对。开车是应该在 City 练呢，还是在没有？我觉得你还是先别在 City 练，你就在3D 杯练练吧。3D 杯。对。
反正比兄弟贝的会多一点。从环岛的2出口出来。试驾其实也就是看看这个油门刹车、各种灯，然后引擎声音啊，还能看什么？看不了什么了，对你就开看看感觉有没有什么太奇怪的感觉。对，也不是专业的，咱这个。对，想开能走，没什么太大毛病，给油不动就行了。那就行，这不在这儿没问题。怎么看出这不让停？它那个5分钟有一个。就在这儿，就在这边吗？对，这个。哦，这儿也不能左转，是往前开一点。这儿能停2个小时。他怎么知道你停没停2个小时？他会有人检查，他会有人查，他这也没有监控，他怎么查？他就过来拍照，然后过一会儿再来。是吗？都从来没有看见有人。怎么说呢？这个大众其实哪个？这个？啊，这是人家的车。对，那个。好像他这还有一个类似的，也是一个这样的。哦。这个应该是会高一点。你看，哦，3.5 V6肯定是高啊。对。哎，这个好像。这个 Polo 呢？那是高尔夫，这个是 Polo 会更便宜一些吧？哦，那个还要大一些是吗？那个高尔夫会贵一些啊，就是原价它也会。哇。哦，这高尔夫好贵啊！你上次也看这个了吗？这个是不是也挺贵？这个11000，但是它是一个、这个 Sports。这 Polo 呢？哦，18000。Polo 怎么那么贵啊？国内的新的 Polo 也没那么贵啊。好像还有一个白色款的 Polo。这个可能应该是。现在。这个呢 ？Holden。这不是 Holden 吗？是 Holden。是。1000。Holden 还是很多。哦，那个确实是。对，这个是那个奥迪11000。这个我昨天看的那个。啊。那个。我觉着，但是这个好像我估计这个油耗肯定不高，是吗？1.4T 嘛，1.4T 的油耗应该没有那么高，只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You're going to run along like that. Okay. There's a little bump. So that bump is called the wear indicator. So, and when you put like that, that'll show you how much wear is actually left on the tyre. So it's actually, there's a lot of tread left on these tyres. Oh yeah. It's just they're dirty, that's all. Oh, it's compared to this is brand new. Yeah. Same thing, that's your wear indicator there. Oh, yeah. So you've got to run along that groove until you hit a lump, and then you measure your finger on top of the lump. It's called a wear indicator mark. So yeah, it's pretty much the same. it's almost exactly the same. So that's what you're looking at. Yeah, that's a pretty good car. Yeah, it's a very good car. For what your budget is and everything else, that's the best I have in this yard. You won't find much better around the state either. So. That's it.
那就先开看。啊，好，好吗？哎呀，啊，打不开吗？啊，那个门开不开吗？什么？应该能开吧？刚才你那个门开不开了？开不开啊？这倒没有什么，你就是倒车影像没有的话，到时候再配一个呗。盖了帽子。哎呀，咱们开到哪儿去呢？油也有一些，我们可以放心的走。空调也行。这个应该是省油模式吧？跑起来，这个是省油，应该是。这个是调车灯的，这应该是车灯。待会儿我们可以下去再看，或者可以，我觉得车灯应该是没事儿，我们到时候下去再看一下，或者正好这儿有个车，我们现在看看得了。或者你来看一下，我来把车灯开一下，你看看前面能不能亮什么的。是亮的。都亮了是吧？那两个小的那个灯是亮的。那大的呢？大的也亮吗？大的也 OK 吗？对啊，感觉不是很亮就是。哦，可能那倒原因吧。对，然后左右双闪应该也都没问题。左右双闪我看看。行。后面也要看一下吗？后边你也可以看一下。都 OK 吧？都 OK。那咱们走走看看。So do we discuss the price or? Yeah, if you're happy with the car and you want to take the car, we'll go inside and Yeah, see what the price. 7块。I'm here by myself, so I'm just running around like an idiot all day. Yeah, come here. Okay. So what are you thinking on price? So that was $9,000. 9,000. Yeah. Next. Yes, it does. What we basically need to do today is just do a contract on the car to take it off the market and just put a deposit down. So we don't have to pay the full amount today. Yeah. Obviously, you can come back when you're picking the car up and pay the full amount then. But we need to do about $500 today. If you're happy with that. Yeah, sure. Cool. All right. And I need your ID if that's all right. ID. Yeah, I didn't bring my passport. I just need some sort of photo ID. What about this? Working with Mobility and student cars. yeah, I'll just take both of those, mate. That's fine. That'll do.我不一样，你的条件不一样，所以就会差很。就是有没有必要买那种全险？其实我觉得特别旧的车呢，就不用买全险，因为其实修理费也不会很高，普通的刮刮蹭蹭你也不会去修。Thank you。主要是你买保险担心什么呀？万一。以防什么的万一啊？车撞了，对，就赔自己的车。
陪自己、陪别人、陪各种陪。啊，陪别人的这肯定是有的，因为那是最基础的。你要是担心自己的车呢，你肯定就得买全险了，就是对车损加上第三者，一年不要超过。我估计得400块钱吧，差不多，至少。400。差不多吧，差不多吧，我觉得。 Alrighty. How many kilometers do you think would you be driving in a year? Up to 10, up to 15, up to 20, more than 20? Just for commute, so I have no idea. Up to 15, do you think? 15 a year. 15,000 kilometers a year? It's pretty average. 15000公里一年能看吗15000到不了，也就1万，maybe。 ？Probably Yeah. Probably 10? Yeah. Okay. No worries. Does that like affect the overall amount of? Not a huge deal. They just want to know. This is a basic question. Obviously, it's not specific that you can't drive more than 10,000 kilometers a year. That's not So how it if I works. exceed that, That's fine. Yeah. Okay. Yeah, generally, like they just want to know the average of approximately how much would you drive. Yeah, just for commute. So Yeah. I would just imagine 10 would be sufficient. Yeah. Probably. Yeah. 10,000, I think it's Yeah. enough. Beautiful. Now, what we do is a $500 deposit, just on the card. Yes, please. There you go. The Commonwealth. Yeah, that's fine. Just want to tap. Perfect.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at. I'll just print out some receipts for you. That is your copy of the deposit. That's the contract. If you want to take that up to Tim again over there, he'll get you to sign it and he'll start the process for the car. When you come in to pick up, now how will you be looking at paying for the rest of, for the full amount? Transfer. The transfer? Perfect. If you want to do a bank transfer, the bank details are right here. Yep. And that's the reference number. If you can put that while you're making the transfer, so it's easier for us to locate the payment. Yeah. Once you've done that, because if you will be doing it through Commonwealth Bank, you need to give at least 2 days for it. Initial here. Signature then initial. Another initial down the bottom there. Another one there. And another one there. Beautiful. I'll give you a copy of that. And that's still just all the details. 今天我们坐公交车去二手车经销商那里去提车。往这边走哈。哦，好像还差一段距离吧，我记得。4分钟要走。哦，10分钟啊，还行。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很多品牌经销商，还有长城呢 ，Great Wall 是这个吗？嗯，长城不是国内的吗 ？MG 啊 ，MG 叫什么？好像不是，国内也有。嗯，我们刚来塔州的时候逛的第一个 4S 店应该就是这个30的这个。我跟赵志还说呢，我说你买的时候还有一个哦，就这个奥迪 A3，他说为什么买这个？然后我说你说太高调。这辆就是我们今天要提走的车。回去的路上顺便给车加油，澳洲这边加油都是全自助的。
你的油箱基本上是得加满，得40多升吧。OK 了吧？跳了吧？OK 了，加了43升，你就给它挂好就行了。好，你好。对，漏有一点。哦，没事，别漏太多了就行。对，只要能拧动就它应该就是咔咔咔几下，对，就 OK 了，关上。然后这个是7号，你进去交钱就 OK 了。从此呢，伊森和他的小车车就过上了他们的幸福生活。最后是总结，在澳洲买二手车一般需要2天，第1天是选车、试驾、交定金、签合同，第2天呢就是提车了。建议选择大型的汽车经销商，质量有保障，大家开车也比较安心。车险建议大家在网站上自行购买，会比较划算一些。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些，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哈。